好格局，好生活，欢迎收看设计家新闻台，我是住得好。在建筑物完成前，预购房屋的屋主可以向建商提出提前进行建材、设备及格局减退的需求，而这样的情形就被称之为客变。在客变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格局改造，一起来看看客变的格局究竟要变什么。在正式开始前，帮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节目重点。我们会先来了解一下，在客变的时候加减什么部分 CP 值最高呢？再来，我们将看到2个实际的案例，分别是25坪和75坪的客变案例。25坪的中小型空间只有单面采光，但有非常好的挑高优势，设计师要如何利用呢？而75坪的大坪数要有4房2厅和宽裕的公共空间。原始格局的餐厅很狭小，该怎么办呢？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邀请到室内设计师朱瑜君来为我们做个说明及介绍。欢迎设计师。大家好，我是宅急便空间微整形设计师朱瑜君。想来问一个很多屋主都很关心的问题：在客变阶段要调整什么部分是 CP 值最高，并且最具经济效益的呢？通常在预售屋的客变在我们厨房、卫浴这些水区不更动的状况之下，我觉得最值得要去调整的就是我们室内的格局动线。比如说如果房子本身有一些阴暗的走道啦，那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化解它？或者是说，如果你想要把那个封闭式的厨房改成开放式的，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喜欢开放式厨房那这个就有关系到一些设备的增减啊，还有包括水电插座的调整，所以像这些工程，我们都会希望就是说能够在前面就能够先预定好。那这个还有关系到很多设备的增减，比如说你的门片啦，你的厨房设备跟卫浴设备，在客变阶段都可以做一个整合的。那我们紧接着来看到一个25坪和一个75坪的客变案例。那在这个25坪的空间当中，想问一下它的原始格局有什么样的问题呢？以这个25坪的案例来讲因为它刚好又是单面采光嘛，那你会看到这个房子比较明显的缺点就是说，它第一个没有玄关，没有玄关的区域，还有就是说原来的分割把房间跟客厅跟就是另外一个次卧，它做一个3等份的处理。那当然还有一个屋主比较不喜欢的地方，就是说它是封闭式厨房，那这个就会蛮影响客厅的光线的。这个25坪的空间不算太大，想问一下他的屋主需求有哪些呢？屋主是一对准备要生小孩的夫妻，所以他们当然很希望能够保有2房的格局。那还有针对这个房子呢，他们很希望能够增加玄关的收纳功能。另外一方面，因为这是一个挑高的产品嘛，挑高3.6米，所以也会希望我们能够帮他考虑，就是说如何善用这个高度。在这样中小型的坪数当中，屋主想要有玄关和2间房间，设计师要如何帮他实现呢？以这个案例来讲我们首先在格局方面，我们会先退掉这2面墙一个是主卧的壁面，还有那个厨房的壁面。因为我们很希望就是说能够让原来厨房的窗户的光线能够引到客厅来这样子。还有我刚刚有提到它的主卧原来是比较窄长型的，那在这个案子呢，我们做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是我们把原来的主卧空间净空出来，我们反而认为原来的次卧的大小已经蛮适合当做主卧的用途，因为它是可以放下双人床的，所以反而我们是把原来的主卧空间呢，我们来当做次卧，而且这样可以切出1/3的书房区，所以这个区域我们就可以充分用这个3.6米的一个优势我们会在书房区的底下有做一个储物室，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的重物都很适合在下方的那个储物室来处理。对，那相对有一些，比如说你不常用的书为什么我们会把书房区反而是架高在120以上？因为我们觉得有很多的很多屋主他的一些书都是舍不得丢，可是又不是经常使用的，所以反而我们会把这些藏书啦，或者一些文件杂物的话，我们是往上去收纳。那这个案例你们也可以看到说，我们主卧的房间门也改过了这个在客变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房间门也退掉因为我们是想要用横拉门，因为这样使用起来会比较方便。所以在面对小坪数的设计上我们除了要充分利用这个坪效，还有一些收纳机能以外呢，其实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如何要保有这个空间的舒适感。
在较少坪数的客变情况中，首先最需要考虑的就是空间的开阔感，因此设计师取消房间与厨房的墙面，释放空间，也引入采光。接下来看看下一个75坪的预售屋，经过预先客变后，整体空间有了什么样的变化呢？那我们这个大坪数的案例哈，它原有因为不是很传统标准的方形格局哈，它有点闪电型，加上呢原来它4房的格局哈，那多少有点影响到客厅的采光。因为原有的格局哈，房间留得比较宽敞，那相对的我们餐厅就会显得非常的拥挤。接下来想问一下设计师，这个空间的居住成员结构及屋主有什么样的需求呢？这一户的屋主他是2个大人再加2个小孩，所以原来的4房啊已经非常足够他们使用哈。反而他们很希望就是说，能不能有一间是共同的书房啊？那另外呢，女主人也当然很希望就是说，能够拥有一间更衣室。对，那因为毕竟这个坪数比较大嘛哈，这些都是可以就是可以透过设计来把它完善的。大坪数与中小型坪数的需求一定会有所不同，想问一下设计师如何满足他们的愿望呢？那这个案例啊，我们在客变的时候啊，就有先将门片退掉哈，因为我们是期望将来我们可以做比较一体成型的门片，好把那个空间感拉高这样子。那还有它只需要做一个很轻微的调整，就是我们把墙壁往内退，因为我们原来的房间哈有往内缩了90公分，所以相对我们餐厅现在就会显得非常的宽敞，它还足够容纳了150公分的圆桌。还有我们的书房哈，也有做一些比较细微的调整，就是我们原来的隔间墙我们退掉了哈，我们会做玻璃拉门，好，因为这个一方面它可以让那个书房享有一个穿透性哈，空间当然显得会比较宽敞。那另外一方面呢，那个书房的光线也可以引到那个餐厅来，因为在这个空间里面哈，餐厅是唯一没有采光面的一个空间，对，所以透过书房的光线呢，也会获得改善。我们虽然把餐厅加大了哈，可是也可以看到餐厅有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柱子，好，那如果我们为了要视觉上好看啊，我们也要适度的去修饰这个凹陷的空间，好，那我们是把它做了一个很漂亮的餐柜，那它又可以兼具收纳功能，还有视觉上的美感。那主卧呢比较大的调整，是因为女主人她很希望就是能够拥有一个独立的更衣室嘛哈，所以我们就把房门哈做一个方位的调整，那就可以在浴室的出入口那边啊，就有一个很完整的空间。那这个空间用来做那个更衣室大小还蛮刚好的。像主卧室的那个床头面的选择啊，通常我们会选择那个没有压梁的那一个方位哈。那相对的，如果有梁在上方的话，我们觉得比较适合拿来做衣柜啦或者化妆台的一个机能性的应用。较大坪数的空间在客变的时候，需要先考虑生活机能的完整性，像是玄关机能有没有穿堂煞等问题。再来只是调整每个空间的比例，不要有任何一个空间有过大或过小的状况，这样才能让生活更舒适。今天非常谢谢设计师朱瑜君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谢谢大家。如果还有更多跟客变相关的问题哈，也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好的，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样，千万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及开启小铃铛。我是住得好设计家新闻台，下次见。